今天有一则消息轰炸了朋友圈，就是关于各地收紧按揭贷款的消息。有很多银行被爆出直接停贷，引发了大家对于地产调控加码、房价下跌的恐慌。我也和周围银行的朋友了解了一下，虽然说直接暂停还是比较少的，不过传递出来的消息多是额度非常紧张，并且有些银行无法保证放款具体的时间。我也翻阅了各大主流的财经文章，了解到额度最紧张的应该是深圳和上海这类在最近半年房价涨幅超过预期的城市。其实这一轮贷款的收紧完全是在预料之内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央行联合银保监会刚刚发布了相关的贷款新政。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控制银行对于房地产企业发放房地产类贷款的比例，也要控制个人买房按揭贷款的比例。有非常多的银行包括4大国有银行和大家熟悉的招商、中信、兴业、浦发等等，都踩了比例的红线。所以本来银行打算红红火火开门红，现在呢直接偃旗息鼓了。银行的客户经理们也是苦不堪言呐。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最关心的话题就是这个政策对于房价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出现这轮调控的原因是什么。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疫情推动的货币宽松带来的资金有很大部分流向了地产，导致局部地区房价上涨，特别是像长三角、粤港澳湾区这几个核心城市群，甚至出现了抢房、炒房的苗头，引发了监管的关注。国家本身是希望这些钱要去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没想到老百姓都借来买房投资了，这可千万不行，必须把口子堵住，真正让它流入实体。上海和深圳等地也因此出台了更加严格的限购政策来遏制炒房，所以毋庸置疑，这些政策是可以给楼市的炒作情绪整体降温的。但是降温意味着房价就会下跌吗？我认为呢，最多是不涨而不会大跌。原因呢有以下几个。第一是监管目前对于房地产基本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满足合理购房的需求，遏制的只是炒房。国家也不希望地产趴下，毕竟地产还是目前我国经济的支柱。在疫情影响没有完全消除，经济并没有完全恢复之前，更不可能允许房价大幅下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事件发生。所以一句话来概括政府的意图：房地产市场一热就压，一跌就拖，稳步发展就行。第二，货币整体还是偏宽松的，短期是不会转向。大家要知道，只要货币宽松，不管怎么堵，总会有漏网之鱼流向地产的。政策堵漏洞只不过是让整个资金流速减缓而已。事实上，央行的房贷新政只是限制比例，而不是限制规模。也就是说，各家银行只要把整体贷款的规模做上来，就会有新的房贷的额度了。而银行呢，最重要的2类贷款，一类是房地产类贷款，一类是实体企业的贷款。其实在政策的鼓励之下，银行业早已经开动了小微企业贷款的井喷式的增长。这个增速在过去的1年以每个季度超过 25% 的增速在增长。这些小微贷款的资金会不会间接的流向楼市？大家自己思考。特别是在现在，小微企业抵押贷款的利率普遍是在 3.8% 左右，比住房按揭贷款 4.9% 低得多。如果有条件的人一次性付完全部的房款，再把房子抵押贷款出来，回笼的资金用作企业经营，也是很正常的一种操作。熟悉银行贷款的朋友肯定都知道，持有核心城市、核心地段的地产，跑赢通胀是大概率的事件。这还是一种稳健增长的资产类别。不过，如果你想要远远跑赢通货膨胀，就要再深度思考一下“一切想法跟党走”这句话。大家想，这一切调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支持资金流向实体企业，而公开的资本市场、股市才是能够真正扶持到实体企业的巨大的蓄水池。而且公开透明、盈亏自负，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债务风险。这才是国家如此重视资本市场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大部分流动性被堵住之后，还是会转向资本市场的。因此在未来，学会如何科学的参与资本市场投资，是我们必备的一项技能，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我在去年入驻头条最主要的初心。在我的头条开播以来的短短6个月时间感谢大家的支持，整个平台已经累计超过了10万粉丝了。很多粉丝留言希望更加系统和深度的学习关于未来资本市场投资趋势的内容，所以在接下来呢，我也会立马推出一期专栏，
专栏的题目叫跟踪机构投资趋势，寻找下一个黄金赛道，系统化的分析国防军工、新能源汽车、光伏、高端装备4个行业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机会，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你的关注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我是李志，我们下期见。